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古代看面相识人术秘诀上。人在江湖难免身不由己，面对纷繁的社会，要分清是非曲折，中间善恶，独具有一双火眼金睛，慧眼识人。除了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判别之外，面相学就是最好的识人教材。小编通过古代看面相识人术秘诀，教你知人、识人、用人。看面相先知先觉，避免受到小人伤害。今天先教大家19招。1. 面广鼻长的面相。鼻子代表一个人的谋虑，鼻子偏长的人心思伎俩多多，最好敬而远之，以免受其算计。脸型细长的人多思而利己，心思不光明。长方形的女性脸相，这种女性性格豪爽，不安分守己，与男人争强好胜。2. 眼睛为外凸于内凹的人，性情刚强，多破坏力，斗狠，出手不留情，好勇斗狠，刚愎自用。眼睛为内凹的人，工于心计，性情内敛，多忧多虑，多猜疑。3. 眉毛为虎眉的面相。虎眉为眉毛粗浓，眉尾有眉峰。虎眉之人胆大心细，多情而善思，信也，勇而多心机，行为果敢有决断力，做事重感情，做事有原则。4. 眉毛为鬼眉的人。鬼眉就是眉毛逆生，眉毛打旋的，这样眉毛面相的人性情顽固，做事多特立独行，做法与常人有异。眉毛粗而阔逆生的，做事不计后果，占有欲特强。5. 唇两端下垂的面相，抑郁、悲观、情急、脾气古怪、善变、固执，嘴角下垂又称腹喘口或鲤鱼口。这种嘴型面相多抱怨，心口不一，女人多二婚，男人多孤独，做事多少亲情，不重友情。腹喘口而眼恶的多奸猾、贪心、性狠。6. 眼睛为三角形的人。三角眼人心多狡诈，行为多手段，做事多杀伐。如眼恶者，其心意凶恶歹毒；如配高鼻，则孤僻无情，有己无人。如眼神邪恶者，则贼性难防，做人不讲信用，多心机，多权谋。古相书有云：妇人有三角眼，其必杀其夫，不可不防。7. 女人额头伤疤的面相。额头面相学称作天庭，主天庭即发际线与眉毛之间的额头部分，代表智力与虔诚。女人额头上有斑迹者，家庭多有不幸福，影响婚姻质量。因为额头代表人生理想，所以男女额头有恶痣或者斑疤。天庭有瑕疵，有痣，愿难达。8. 额头宽阔的人。古人有云：天庭饱满，吃官饭，地阁方圆，掌大权。鼻直硬起，富贵无比。这里说的硬起不是指印堂，而是指额头宽展。额头宽的人聪明智慧，社会地位高，如女人宽额头，男人管不住。7. 三个头旋的人，非大人物便是恶人。头旋为肝气的外显，头旋多者多肝气盛大，其人胆大心细，多较劲而不服输，往往能够成就一个人。中间在心，表现在眼，眼神善，头旋多，多成大事；眼神恶，头旋多，多成大奸大恶。10. 齿密齿疏的面相。牙齿紧密的人先天肾气足，而有声誉，多聪慧，读书好，多出人头地。牙齿孔隙大的人爱撒谎，牙齿稀疏的人心里藏不住事情。牙齿疏缝隙大，做事多出格，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。11. 大脚勤，小脚懒。女人脚大能持家，女人小脚的能理财。脚长大的能做事，小脚长的能享福。大脚板的人多做事，小脚板的人多技巧。大脚者多直性子，小脚者多圆滑。12. 好哭的孩子健康。爱哭的孩子健康。心为君主之官，什么出焉？心为五官之首，一旦伤心，五脏皆动，故而伤心落泪。但是小儿哀而不伤，嚎而不哑，小孩子哭并不伤心，亦不伤肺，所以爱哭的孩子五脏健康。13. 女人肤色白有良缘。女人肤色白肺气足，女人肤色白肺气足，肺主通调脏腑，家庭责任在丈夫，身体脏腑协调的女孩子必然嫁一位有责任心的男人，所以说肤色白的女孩子有良缘。14. 眼角多纹为重的人多情。男人鱼尾纹深刻，鱼尾纹多，鱼尾纹乱，这都是重欲好色的面相。鱼尾处处于面相学尖门，
肩门主情欲，这里又是胆经的路线，肝胆阴阳表里，纵欲伤肝，所以欲望重的男人鱼尾纹深。另外，男人40开外依旧鱼尾纹处光光的，没有鱼尾纹，此亦为重色之男。眉毛为情缘宫，眉毛浓重的人重情，眉毛为横逆的肝气所化现，肝主人类的情感，故而眉毛浓厚的人贪恋感情，且多重欲，占有欲强烈。15眉尾有上下的纵纹的人婚姻不满。眉尾至鬓角中间位置，面相学称作肩门，肩门为夫妻宫，主男女情欲之处。如果肩门有纵向的皱纹穿过，夫妻缘分浅，不能白头偕老，那么注定婚姻不美，二婚多婚。16眼窝深陷的人，要么精气亏虚，要么与亲属无缘。眼窝慢慢深陷，这是精气亏虚，阳气不足，精亏不足以养肝，这是肝肾皆衰的特征，以多加摄生为上。禁欲保命，如依然以酒为浆，醉已入房，则烹骨蒸髓者有之，命将倾覆。眼窝深陷泪淌深，总有亲情不相亲。眼窝深的人喜欢眼睛朝上看，巴结权势，瞧不起穷亲戚，俗称势利眼。17眼睛突出的人性子暴烈，眼睛外凸的人脾气大，眼睛为肝之外窍，肝主怒，主性直，眼睛外凸是肝气亢盛之象，肝胆之气过于亢进，从而脾气暴躁，多怒易怒，冲撞别人，性子暴烈。18眼尾偏圆形的女子，性格内敛，有心计。鸭梨状眼睛的女人富于算计，眼尾偏圆形的面相学称作眼尾勾圆，民间俗称母狗眼。眼尾向下勾曲的面相人心思歹毒，眼尾勾圆的女人工于心计，此人心机深而性格内敛，往往杀人于无形。19印堂宽度2尺以上的贞洁观念薄，印堂位于两眉中间的额头部位，处于鼻子山根与额头之间一小块区域。印堂为肺经反应区，而肺主规范通调脏腑，印堂过宽则肺气不足，那么其人约束控制自己能力差，经不住邪心男人引诱，贞洁观念淡薄。印堂较宽的女孩子容易追到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人在江湖难免身不由己，面对纷杂的社会，要分清是非曲折，忠奸善恶，独具有一双火眼金睛，慧眼识人。除了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判别之外，面相学就是最好的识人教材。小编通过古代看面相识人术秘诀，教你知人识人用人，看面相先知先觉，避免受到小人伤害。今天接着再教大家18招。20眉毛和眼睛间有痣的人多淫。眉毛和眼睛之间的上眼皮，面相学称作田宅宫，这里是脾经的区域，脾土主肉体接触，田宅宫有痣影响脾胃健康，同时田宅宫有痣重肉欲多淫，并且人缘会出问题。21耳朵大耳厚的人有福气，耳朵小的人没有成功的。耳朵是肾的外窍，肾主智，先天禀赋肾气充足者智慧高，耳朵厚大者先天肾气足，耳朵瘦小者体弱。耳大耳厚多聪明，智慧决定社会阶层，智慧高直必然位高，必定富贵。22嘴唇厚者不善辞令，嘴唇薄者多嘴，嘴大能说，嘴小巧说，脾开窍于唇，嘴唇薄厚主辞令与饮食，嘴唇厚者味觉佳，嘴唇薄者人情薄。嘴唇厚的人有亲情，但不善语言，嘴唇薄薄的能说多指责。23昂首走路的人开朗，低头走路的人好色，心计多。抬头老婆低头汉，人有人脉和督脉，人脉为阴脉之海，督脉为阳脉之海。男女抬头走路者阳脉盛，低头走路者阴脉盛。女人属阴，本应微微低头走路，女人仰头走路阳脉盛，这样的女人性格独立，男人无法驾驭，克夫而无礼。男人属阳，本应微微抬头走路，但低头走路难，阴脉盛，这样的男人工于心计，善于算计人，背后手段。24嘴小的人细心，嘴大的人吃四方，性欲强。唇厚多淫，唇薄多说。嘴唇为脾经的外窍，脾土主触碰，小嘴之人心细，做事谨慎，虽能结交，但私心较重。大嘴之人交友广泛，善于沟通，好饮食，同时对性感觉需求大。25颧骨突出无肉的女子，克夫最严重，轻则丈夫多病，重则丈夫命丧黄泉。
女人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。颧为骨之金，颧为肺的对应区。肺属金，丈夫五行属木，女人颧骨高凸则金过，金过则克木严重。女人有诸多克夫面相特征，唯有颧骨高耸突兀者克夫最重。轻者丈夫常年病患，重者夫妻生死离别，阴阳两隔。颧骨凹陷的女子，性格阴险，工于心计，克夫严重。颧骨高凸，女人偏阳，纵克欺夫不止。颧骨凹陷的女人属于寡妇相，颧骨属于权力之骨，颧凹陷则专门背后整人。金不克木，木无节制而克夫，到老孤寡无依。27. 牙齿突出的女子，性子富于攻击能力，不服输，克夫。男人属木，牙齿暴突者木过，女人木过则克夫，夫妻感情不和。颧高齿突必克夫，女人牙齿前凸，破坏力强，性格暴躁而不服输，男人无法驾驭。女人属阴，本属温柔，暴突牙女人过阳而克夫。28. 牙齿里出外进不整齐的女子，克夫性格暴躁。牙齿为肾气外显，主牙齿坚密，牙齿的疏密与肝气相关，肝主怒，牙齿不整齐，脾气不好，多怒易怒且破坏力大，尤其牙齿里出外进，这是肝气盛大暴怒之人。暴喜伤阳，暴怒伤阴，女人牙齿凌乱者，伤阴则伤丈夫身体，家里男人身体不好。29. 有大板牙的女子，婚姻不稳定。大板牙婚姻多变，女子有大板牙与牙齿缝隙大的，这都是肝木之气过盛，木过而性格过于偏执，不能委婉处事，难免夫妻感情有变。30. 鼻梁有黑痣与恶痣的女子，生育有问题。鼻梁为肝，而肝主生育，鼻梁有横纹、斜纹的女子多流产，年上瘦上有恶痣或黑斑的，这样的女人必然生育有问题，发生流产与难产。31. 人中横纹、纵纹、恶痣的女子，生殖有问题。人中代表了生殖，人中为人脉与督脉的交汇处，人脉为阴脉之海，督脉为阳脉之海，阴阳结合处，万物化生。人中有横纹、斜纹、恶痣，都影响到子女的生育。32. 两腮无肉的女子，一生贫困。两腮无肉的人一生诚信不足，腮骨主信用，耳后见腮为反骨，恩将仇报。两腮无肉的锥子脸、倒三角脸型，这是做事没有坚持，做人缺少信用的面相。同时腮骨代表人缘与享受，没有腮骨的女人一生孤独，或者没有财产与享受。33. 鼻梁有横纹的女子，婚姻离异。山根有横纹的离婚，山根为心的反应区，婚姻方面称作夫妻座。山根有横纹的女子多数会二婚，山根有恶痣的人感情不顺利。34. 眉毛疏淡的女子影响婚姻，半截眉毛的女人二婚，眉毛面相学称之为情缘宫，眉毛代表异性情缘，也代表感情。眉毛间有纵纹或者眉不盖眼的半截眉，或眉毛特别疏淡，这都是情缘有意的象征，婚姻很难终老。35. 大额头的女子性格外向，做事业。额头宽大的女人野心也大，额头面相学称之为官禄宫，分别代表了人的智慧与虔诚。额头低窄适合做政治，额头宽大者适合做学术。女人额头宽大必有想法，不会屈就于家庭，必然出来做事，即使在家也不是等闲之辈。36. 鼻梁起节突出的女子，性格刚直，与子女丈夫缘分浅。鼻子面相称之为夫心和子心，小编在这儿指出，鼻子不高，子必多。如果女人鼻梁突兀高起，鼻梁有明暗的骨节凸起，这样的女人必然肝气过盛，性格有己无人，满心都是自我，又焉能有丈夫与子女呢？肝气过盛主流产，并且克长子。37. 鼻梁扁塌塌的女子，丈夫无能。鼻梁为女人的夫心，山年寿扁，丈夫志短。山鼻梁山根部分，年鼻梁年上部分，寿鼻梁寿上部分，这里泛指鼻梁。女人鼻梁扁塌低趴，女人没有鼻梁的，这都是丈夫不立志的标志，同时也不能享受到丈夫的福。凡事独立支持，靠女人自己工作养家，男人无能不能做事。法令纹深易婚变，什么样的法令纹最好命？法令纹是每个人都非常抗拒和难以接受的，因为法令纹的出现往往象征着年龄的增长和美貌的衰退。其实法令纹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命运。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法令纹身代表着什么。
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法令纹。法令纹在鼻翼向外延伸的2道纹路，一般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发明显。也有些人可能是肌肉走向的原因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法令纹。拥有法令纹的人给人的感觉通常是比较严肃有威严的。法令代表着事业，如果法令纹越长，代表这个人的事业运势越好，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不小的成就。法令纹在另一方面与人体的健康也有关系。一般法令纹长得比较清晰，没有太多杂乱的纹路的话，预示着身体情况比较良好，不会出现太多疾病。接下来具体讲解一下法令纹深代表什么。法令纹太深的话，通常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疲惫的，这样的人一般在生活中付出的比较多，并不是说他们生活的很艰辛，而是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很有拼劲，平时会放弃很多休息时间，用来补充自己的能力，提供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运势。法令纹深的人事业方面会做得比较好，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却不是很如意，尤其是法令纹比较深的人，他们与伴侣之间的感情不是很融洽，经常会因为琐事发生矛盾，心情经常处于烦闷的状态，也会影响身心的发展。法令纹左右不对称且法令纹深。法令纹过深并且左右不对称的话，说明此人在事业上发展不是很顺利，很容易出现阻碍和困扰，成功对于他们而言有一些可望而不可及。在婚姻方面也很容易出现婚变的问题，总之是比较坎坷的。法令纹过深且靠近嘴角。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，如果法令纹过深并且靠近嘴角的话，在视觉方面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凶的，这样的人一般异性缘不是很好，在婚配方面很难找到合适自己的人，多半需要通过朋友介绍或家人安排的相亲去结识异性。他们在婚后与伴侣的感情也不是很融洽，经常会因为生活观念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矛盾，婚姻生活是比较动荡的。法令纹深且在半途中断。法令纹如果很深并且出现半途中断的情况，表示此人与家人的关系比较淡薄，父母无法给他们提供帮助，凡事都需要他们自己去争取，常常需要面临很多困境，在打拼的过程中是比较坎坷的。整体来说，这种法令纹的人命运是比较苦楚的，一生无人可依。法令纹过深且弯入嘴角。法令纹过深并且进入嘴角的话，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苦相的。从医学角度分析，这样的纹路通常也预示着身体可能患有一些疾病，会影响健康和饮食。所以当大多数朋友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要尽快去医院检查就医，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，排除隐患，以免给身体带来影响。嘴角法令纹长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好命呢？法令纹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有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法令纹，也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纪才出现。大多数人看来，法令纹像皱纹一样是非常影响美观的，所以有些爱美人士会做一些皮肤方面的提拉，进而消除法令纹。其实法令纹在面相学当中对人的命运有着很重要的依据，如果法令纹长得好，是非常好的面相。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嘴角法令纹长得好的面相。法令纹清晰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非常清晰，说明这个人的事业发展很不错，通常能够做出不小的成绩。法令纹其实与岁月有着一定的关系，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发清晰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在事业方面已经取得不小成就，生活各方面也趋于稳定，所以清晰的法令纹一般代表着生活安逸富足。法令纹不完整。法令纹与人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不是很完整，中间出现断裂，或者法令纹有痣或者疤痕，这种情况是不太好的迹象，身体健康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即使身体很好，平时也要多加注意，尤其要注意一些意外事故，以免给自己的健康造成威胁。法令纹左右对称，深浅适中。如果法令纹左右比较对称，深浅也很适中，那这样的面相是非常好的。
拥有这样法令纹的人性格很随和，做事会按照规章制度，做人讲诚信，一般在人群中有着不错的口碑。这样的人事业做得很好，贵人运势不错，在打拼的过程中会得到贵人的帮扶和照顾，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。4. 法令纹清晰，颜色红润。如果法令纹清晰并且颜色红润，这样的人通常拥有很好的气色，说明健康方面很好，没有很大的问题，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人的心态乐观豁达，对事不计较，对人温和，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，在人群中很受欢迎。5. 法令纹靠近嘴角。法令纹如果比较靠近嘴角的话，会给人一种比较难以接触的感觉。这样的面相通常人际关系不是很好，在婚姻方面也不是很顺利。如果是女性的法令纹靠近嘴角，异性缘不佳，在婚恋方面比较艰难，即使结婚，婚后与伴侣的感情也不稳定，很容易出现裂痕。6. 法令纹过深。法令纹如果太过于深的话，会给人一种疲惫的感觉。一般拥有这样法令纹的人，在生活中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，财运方面也比较低迷，在亲情方面与家人的感情很淡薄，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，这一生过得有些苦楚。7. 法令纹向外伸展。如果法令纹向外伸展，说明此人的性格很开朗，经常开怀大笑，并且生活很如意，没有什么可烦心的事情。这样的人财运和事业也相当不错，尤其到了中年时期，事业会取得很大的成就，收获的财富丰厚无比，是非常好的面相。8. 法令纹左右不对称。法令纹不对称的人生活比较奔波忙碌，一生都在为家人做打算，无法享受自己的生活，健康方面也很容易出现问题。所以在打拼忙碌的同时，也要劳逸结合，不要给身体增添太多负担。42种身上最有福气的痣，看你身上有多少颗福气痣。每个人的身上都会长一些痣，毕竟这就像是天生的一般，不是随意就可以控制的。但是不少人却都不喜欢，因此可能会想方设法点掉。那么在面相学中，42种身上最有福气的痣位置在哪儿？下面让本期痣的位置与命运为你分析。1. 痣在手心。手心有痣者，此生一生不缺钱花，而且还会给家人和身边的人带来财运和好运。2. 痣在后腰。这种痣也属于善痣，代表一生的运势顺利，没有阻碍，最有福。3. 脖子右前侧有痣。脖子的痣如果长在右前侧，代表这样的人一生财富满满，不愁吃穿，是大富大贵的志向。4. 痣在头顶。此人天生自带好运，若遇困境自有贵人相助，一生丰衣足食，得享福禄。5. 痣在额头中央上方。此人出生富贵之家，出世显赫，祖业丰厚，得以继承。6. 痣在太阳穴，其主适宜出外发展，出门多遇贵人，帮助事业能够大有成就。7. 痣在肩膀。这类人一生无忧，从小便是财运亨通，长大后亦是如此。8. 痣在背后。有这类痣的人财富丰厚，田宅良多，一辈子都有钱。9. 痣在乳房。此人一生桃花旺盛，感情丰富多彩，财运不差，富贵一生。10. 痣在乳。以乳头为界，左为钱财，右为田宅，皆为吉痣。11. 痣在手臂。他们的理财能力极强，生财有道，迟早都能成为富翁。12. 痣在腋窝。这类人财运亨通，情感平顺，一世幸福。13. 痣在肚脐。此人嫁夫有才，渴望夫家，儿女成双，美满幸福。14. 痣在屁股。这类人一生掌权，处事果断，颇具独立之能。15. 痣在脚底。其人事业成就非凡，家运一时亨通，十足极致。16. 痣在私处。此痣在左，其人聪贵，而在右，其人荣华。17. 下唇正下方的痣。有这颗痣的人，年轻时就思虑周全，做事让人十分放心。18. 唇角下方的痣。唇角下方有痣的人具有果断的决策能力，不会犹豫不决，优柔寡断。19. 下巴上方中央两旁有痣，能够当魔鬼教练，逼人上，追求进步，有时候会说一些伤人的话。20. 痣在耳朵。痣在耳垂，其人天生有福；痣在耳轮，其人聪明伶俐；痣在耳后，其人财富自由。21. 痣在颧骨。
其人天赋权威，在仕途之上一路坦荡，前途光明。22志在嘴唇，志在上嘴唇，其人一路丰足，颇有口福；志在下嘴唇，其人一生人缘旺盛。23志在下巴，其人得以继承祖业，一生田产及不动产颇多，闲财一辈子都花不完。24志在脖子，志在后脖子，其人一生多有靠山，在事业上有人相助，自然容易成为事业高手。25腋下中央的痣，有这种痣的人，就算钱赚的不多，还是有机会变富翁，因为这种人的存钱功力超强。26膝盖骨上方有痣，这种人和腋下有痣的人一样，都是存钱的高手，能够成为富翁。27头顶中心的痣，幸运超人就是你，一辈子都有别人羡慕的好运气。不过如果不理光头，很难发现这颗痣。28额头中央上方的痣，通常有这颗痣的人都有一粒成熟的心，一辈子都比较有福气。29屁屁有痣的人，具有强烈的艺术气息，对美的品味很敏锐，长大后定然是名有名的艺术家。30额头上方两旁有痣，这类痣是异性理想的结婚对象，即使不是你理想的恋人，对方依旧还是会喜欢你的。31肚脐下方的痣，这类人都非常的和蔼可亲，而且非常能创造，发家致富这是迟早的事情。32发中痣，头发里隐藏的痣是富贵痣，一生富贵从不忧愁，而且女人发中有痣还是特别有异性缘。33手背痣，这类人善于理财，会挣钱，能够做出准确性的投资，事业型的强者，能大有作为。34脖子前面痣，其人易招小人陷害，而痣在右脖子，其人得享富贵。35痣在胸部，胸部有痣代表你有一个富贵命，而且胸有大志，寓意也很好。36鼻头痣，代表这种人很有才气，一生之中他们都会有很好的财运，非富即贵。37背部正中，是福如东海的痣，代表一生有很多贵人相助，逢凶会化吉，老年更是儿孙满堂。38尾龙骨有痣，是奇才奇术痣，代表才学知识和艺术天分胜人一筹，可谓能文能武，大多是高职要员或者高官之类的人。39肚脐中间，相学来说是点石成金痣，富贵辉相，事事顺利，老年定无需忧柴兼忧米。40右脸痣，主贵，右脸有痣者体现在贵上，如果你还没有显现出来，那要看看是什么妨碍了你。41嘴角痣，聚财，嘴角有痣是实质，说明此人衣食无忧，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。42日月角痣，此两角有两痣长一对，则与父母长辈关系良好，易得其庇护，一辈子也会比较顺利。上面就是痣的位置与命运，为大家介绍的42种人身上有痣的地方是比较有福气的，一生的运势都比较旺，不要点掉影响运势。面相俗语解读：男怕招风耳，女怕朝天鼻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对于民族文化自然不陌生，诸如诗词、歌赋、药典、文学、语言等文化传承，每一项都令人着迷无比，无一不体现出华夏民族历史悠久、底蕴之丰厚。而在过去民间受条件影响，对于文字知识接触的比较少，对于身边发生的一些不能解释的现象，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自身的命运。所以在以前街头巷尾多有算命先生的存在，并且人们极为痴迷。算命先生一语中的，让民间众人极为震惊，所以对于算命、看相、测字极为的相信。当人们听多了算命之言，往往在口头上都能说两句面相俗语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解11句常用的面相俗语，以供大家学习参考。1. 合嘴呈现弯弓样，其人狠毒，心极狂。小编解释，如果一个人的嘴巴合起来时，嘴型看上去就像弯弓一样的话，也就是民间常说的鲤鱼嘴。俗话说鲤鱼嘴两井水，这种嘴型的人婚姻大多非常的不顺利，男容易再婚，女容易改嫁。这种嘴型的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悲观和消极，负面情绪非常重，特别的爱抱怨，喜欢算计，经常在背后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小手段，喜欢以怨报德，报复心极强，性格非常刁钻，让人难以忍受。2. 口大容拳，出将入相。相书中常言，男人嘴大有法，女人嘴大有煞。小编解释，如果一个人鼻梁挺直，嘴巴方阔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很有主见，意志力也比较坚韧，
做事坚持，内心也比较正直，考虑问题眼光看得比较长远，很有眼界。而嘴巴大的能容下自己拳头的人还是很少见的。这种人大多做事很有原则，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，往往能够出人头地。3. 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小编解释，天庭即是额头，如果一个人的天庭饱满，无恶痣、恶纹、恶疤的话，是难得的迹象。天庭代表着一个人的先天运势、聪明智慧和事业前程。这种人大多头脑聪明，父母运较好，从小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，家境较为殷实，贵人运较好，往往能够获得不错的社会地位和成就。而地阁指的是下巴和腮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能力和财力。下巴方阔圆润的人一般脾气较好，人缘非常的好，为人也很有担当和责任心，头脑聪明，忠诚度和责任心比较高，聚财能力较强，晚年运极好。4. 权衡尺凸克配偶。小编解释，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和控制欲。如果一个人的颧骨高凸无肉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情非常的苛刻和刁钻，缺少容人之量，性格非常霸道，容易蛮不讲理，为了权力做事不择手段。而牙齿前凸在相学中也称为地包天，这种人争斗之心非常强，喜欢争强好胜，不甘于人后，也不喜欢受人管制，从来不会向人轻易的低头和服输，做错事情喜欢强词夺理，男克妻女克夫，人缘不好，婚姻不顺。5. 男怕招风耳，女怕朝天鼻。小编解释，耳朵代表一个人的智力、健康和福气，肾开窍于耳，代表着智力和志向。如果男人耳朵薄小朝前，形成招风耳的话，此为平败卑贱之象。相书中讲的双耳朝前，迈进田园，便是此理。而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行和态度，如果女人鼻孔外露明显，形成朝天鼻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智慧不高，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。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，长有朝天鼻的女人大多花钱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制，败家伤财，容易拖累丈夫、家庭和亲人。6. 三甲三刃，霞陵永保。相书中有云，背有三甲，腹有三刃，而所谓的霞陵指的便是寿命。小编解释，在相学中，眉长、鼻长和指长代表着高寿，眉毛在相学中为保寿宫，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。若是再加上手指较长的话，此为三甲。而额头宽阔、耳朵厚大、牙齿坚固，也代表着智慧和肾气充足，也代表着长寿。此三者在相学中称为三刃。7. 四反三路，罕见合一。这里说的四反是指耳反、鼻低、腮阔和嘴尖。小编解释，耳反者耳廓高凸无伦，这种人叛逆心重，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一生迈进田园之才。鼻低鼻头尖者大多自私，缺乏主见，容易造成钱财耗散。腮骨过于宽大者一般性情固执，处事绝情，一生孤苦无依。而嘴尖如鼠者一般生性贪婪，做事卑鄙，一生卑贱。三路主要指的是鼻孔外露，鲜唇露齿，目光呆滞露神。鼻孔为财库之门，鼻孔外露的话，存钱困难，花钱无度，无隔夜之粮。嘴唇外翻露齿的人一般个性自私，喜欢争强好胜，容易与人发生争执，家中难有积蓄。而目光呆滞无神者，做事精力不专，一生贫贱之命。8. 口小唇仙，实难充腹。相书中有云，口小唇仙，实难果腹。所谓的口小唇仙，指的是嘴唇薄而外翻，且牙齿骨前凸，唇形前绰。小编解释，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而且为人缺乏信用，做事也是三心二意，喜欢在背后一人长短，说话容易出尔反尔，为人情谊淡薄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事业上也难有太大的发展，经常喜欢依附于他人，生活比较的困难。9. 肩寒齿露，身无所居。小编解释，所谓肩寒主要指2个方面，一方面指的是肩膀窄小，另外一方面指的是端肩。肩膀代表一个人的担当之力和财力，肩膀窄小者大多意志力比较薄弱，缺乏担当之力，难成大事。而端肩者肩膀上挑，这种人大多身体不好，一生财运不足，生活上也是居无定所，奔波不定，一生贫穷。10. 四毒皆浊，五岳俱离。小编解释，所谓的四毒指的是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
嘴巴。相书有云，四渎身长，牙按不走，意思是说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和嘴巴4个部位轮廓要深而宽广，不能短小，否则的话命运也不会太好。而五岳相离指的是额头尖窄，鼻型尖细，下巴短小，颧骨尖凸。如果出现这几种特征的话，便称为五岳相离。这种人的命运也是比较差，一生无事可依，命运比较窘迫。11. 背线胸窄，眉散齿疏。小编解释，所谓的背线主要分为2种，一种为寒肩，另一种为驼背。这种人大多做事缺乏主见，遇事总是犹犹豫豫，反复无常，很难成事。而所谓的胸窄也称为龟胸，这种胸相的重要特征便是背部宽阔，但前胸内收窄小。这种人一般来说亲情缘分淡薄，缺乏仁爱之心，做事没有担当，意志力也比较薄弱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而牙齿稀疏代表着肝气不足，身体素质较差，脾气不好。而眉尾发散者缺乏理性，做事比较冲动。面相俗语只是给大家看相算命提供一个参照，并不一定完全准确，希望大家要有正确的认知，不要过于迷信。命运好坏最主要的还是与个人的努力有关的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。祝大家生活美满，家庭幸福，下期再见。